转眼间就是520了，祝小仙女们节日快乐呀！情人节就看一些比较甜的剧吧。优酷新出了520甜宠片单，更新了几部超甜的待播剧，你们来看看有你们喜欢的甜剧吗？第一部是龚俊和迪丽热巴的《安乐传》，《安乐传》是由程子瑜、马华干、苏菲执导，迪丽热巴、龚俊、刘宇宁领衔主演的古装电视剧。该剧讲述了晋南安乐寨大当家任安乐与太子韩烨之间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女主由迪丽热巴饰演，我是迪丽热巴，在《安乐传》中饰演任安乐。原为开国元勋之后，帝家孤女帝子元因家族突遭变故流落民间，不愿被命运扼住喉咙的她取名任安乐，决定尽自己所能来安置因战争受难的黎民百姓，期待能为百姓创造一个太平的家园。同时，她也在调查了解真相，希望能还家族以清白。男主由龚俊饰演。大家好，我是龚俊，在《安乐传》中饰演韩烨。韩烨因十分赏识一身正气、心系苍生的任安乐，将其收为幕僚。随后，在任安乐协助下，连破科举舞弊案、江南赈灾粮贪污案。此时，边境爆发战争，韩烨协同任安乐出征，期望尽早结束战争，以换来百姓的安居乐业。在战争结束后，韩烨帮助任安乐查明了当年之事，为帝家洗清了冤屈。一身正气、心系苍生的子元，在帮助百姓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一定的威望和赞誉，同时也被太子韩烨赏识，成为其幕僚。随后，在足智多谋的任安乐协助下，韩烨连破科举舞弊案、江南赈灾粮贪污案。此时，边境爆发战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任安乐决定跟随韩烨出征，期望尽早结束战争，以换来百姓的安居乐业。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任安乐运筹帷幄，带兵杀敌，赢得险胜，百姓也迎来了和平的曙光。最终，韩烨帮助任安乐查明了当年之事，为家族洗清了冤屈。第二部是罗云熙和白鹿的《长月烬明》，《长月烬明》是由居觉亮执导，罗云熙、白鹿领衔主演的仙侠剧。该剧讲述了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与一代魔神澹台烬相爱相杀的故事。男主由罗云熙饰演，是一位生无情丝的魔神，诞生之时从未哭过，哪怕被人剜下眼睛、挑断筋脉，都没人见他脆弱情态。直到那一日，所有人永生难忘，他一面哀求，一面血泪如珠，大颗大颗往下掉落。女主由白鹿饰演，是仙派首宗掌门的养女，拥有世间最神圣的凤凰之血，上古无情道的完美适配者。她生活在一个邪魔当道、修士和凡人卑微苟活的时代，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冷血无情的魔王。为了解救被魔神澹台烬统治折磨的世界，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孤注一掷，回到500年前，化身叶家小女儿叶惜雾，阻止彼时尚未被邪念彻底侵蚀的周国质子澹台烬成为魔神。未料澹台烬竟是叶惜雾的丈夫，二人逐渐生出情愫，最终黎苏苏以身正道，改变了澹台烬和世界的命运。痛失所爱后，澹台烬在幽冥川畔寻找黎苏苏的元神500年，濒临死亡时被仙门救起，从此成为了一名仙门弟子。他改过从善，更与魂牵梦萦的黎苏苏再次相逢。就在二人破镜重圆之际，澹台烬的魔胎之躯还是惹来了非议和觊觎，三界再次陷入危险。面对残酷的命运，澹台烬以身设局。相爱的二人在重重误会下，终是心意相通，一人以神躯斩魔业，一人以魔躯入神道，共同扭转乾坤，阻止了灭世的危机。第三部是程毅和杨紫的《沉香如屑》，《沉香如屑》是由欢瑞世纪出品，郭虎、任海涛执导，杨紫、程毅领衔主演的仙侠剧。该剧讲述了女主颜淡与应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男主由程毅饰演，帝君下凡历劫7世的身份，是一个天师，和颜淡相遇后一见钟情。女主由杨紫饰演，本是上古彝族，四叶汉旦，自古全身都是医药至宝。由于提前100年与他那双生姊妹芷溪在王母盛宴上化形成人，怀有锄强扶弱抱负的少女颜淡和其好友于墨，在下山历练途中偶遇正直果敢的少年游侠唐周，因志同道合，三人结伴同行。唐周与旧时柳为杨重逢，听闻有恶势力盘踞之地，众人共赴秘境探险。在秘境中，众人和邪恶势力斗智斗勇，战胜邪恶的同时，唐周、颜淡也意外找回各自遗失的记忆。唐周想起自己曾是守护结界、保护苍生的战神，颜淡是可疗愈伤痛的汉旦仙子，二人过往曾错过情缘，在结缘后，在相知相识中解开过往误会。
在唐周等人的努力下，终找出恶势力的幕后主脑。唐周坚守正义，联合严旦、于墨向恶势力宣战，并成功扭转局势，恶人伏诛，人间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唐周和严旦在历尽种种误会与艰辛后，收获了珍贵的爱情，携手维护人间正道，完成了守护天下苍生的大义。第4部是王安宇和金晨的赤道，赤道是由一征执导，金晨、王安宇、张凯莹主演，由冠城特别出演的现实题材剧。该剧讲述运动狼狗段宇成与御姐罗娜的甜然年下恋，男主由王安宇饰演。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安宇，在赤道中饰演段宇成，是一个幼稚却有烈性的田径少年。虽然因为身高劣势，在跳高的追梦路上屡屡碰壁，但积极向上的他，仿佛永远像太阳一样散发着热量，坚定向着梦想的领奖台前进。当这样的段宇成遇上命中注定的伯乐罗娜，给足罗娜爱情的甜蜜与追爱的勇气。罗娜也终于迈出在一起的最后一步，跨越年龄和经历的差距，去拥抱真挚纯洁的爱情。女主由金晨饰演。大家好，我是金晨，在赤道中饰演罗娜，是一个率性飒爽的御姐助教，在训练场上要求严格到吹毛求疵，常被队员笑称长得很美的汉子，但看似不拘小节的外表下，是一颗随时能关注到队员生活和心理变化的细腻心灵。讲述南湖大学田径队助教罗娜发现了潜力巨大并深爱着跳高运动的阳光少年段宇成，两人在田径场上携手并肩，在实现梦想的同时收获爱情的故事。第5部是陈飞宇和张婧仪的打火机与公主群。打火机与公主群是由刘俊杰执导，陈飞宇、张婧仪领衔主演的青春都市情感剧。该剧讲述了肆意张扬的编程天才李寻与勇敢坚韧的少女学霸朱韵，从青涩校园到职场，拼搏几经波折，依然携手前行的成长爱情故事。朱韵刚开始大学生活，就被坏小子李寻的闯入彻底颠覆了世界。被朱韵当成不学无术富家子的他，真实身份竟是学校破格录取的特招生，难得一见的编程天才。两人在几次交锋后，对彼此都有些赏识。学长方志敬对朱韵多次刁难，李寻出手维护朱韵，还邀她加入了自己组建的备赛队伍，代表学校赢得了重大编程比赛。在相处中，两人之间逐渐萌生了爱情，并且不顾家庭的差异，勇敢地走到了一起。两人情感日益升温，创业计划也接近成功之时，方志敬间接致使李寻姐姐出了车祸，李寻悲伤冲动之下打伤了方志敬，被判入狱。面对出狱后再次陷入谷底的李寻，朱韵始终不离不弃，帮助李寻一路逆转，在商业竞争中狠狠击败了对手方志敬和高建宏，也收回了原本属于李寻的公司。最终，朱韵毫无保留的付出，让李寻终于跨越了家庭带来的伤痛，学会了敞开心扉，拥抱属于自己的爱。第6部是张楠和王玉雯的《风雨浓》胭脂乱。《风雨浓》胭脂乱是由于郑监制、张楠、王玉雯、孙艺洲、赵英博主演的古装剧。该剧讲述了一段民国乱世中的儿女情缘，故事讲述了女主角从粗野泼辣的名门遗孤，到十里洋场最负盛名的交际花。她是明艳动人的亡命之徒，受尽委屈只因爱上了一个人，爱到想把他吞进肚子里。可是情途长如三生路，她不舍昼夜的跋涉，只为能博得他一眼。第7部是侯明昊和周也的护心。护心是由何树培执导，侯明昊、周也领衔主演的古装剧。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玄门修仙少女燕回因为太过叛逆而被逐出师门，本想过混吃等死天上掉钱的咸鱼生活，却被传闻中的恶龙天要坑蒙拐骗，而不得不帮恶龙找其身体封印，最终对抗终极大魔王的故事。20年前，天耀被心爱之人广寒门门主素影抽筋包骨，并以五行之力封印于四方。机缘巧合之中，天耀灵魂于10年前逃出封印，他感知一山村湖水中封印着他的龙骨，便附上一夭折男童之身，伺机取回龙骨。燕回的出现让天耀看见了希望，原本他心中因带有他的护心鳞而心怀龙血，能助他破开封印。于是天耀开始利用燕回，让他帮他寻回身体的其他部分。燕回意图逃离天耀，但两人不仅没能分开，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密。天耀被燕回数次拼死相救的义气所感动，燕回也在不断被牵扯出的事件当中发现天耀与自己斩不断的关系，自己心口护心鳞的来历，师傅凌霄与素影的关系，扑朔迷离的谜团接踵而来。第8部是虞书欣和张彬彬的两个人的小森林。
两个人的小森林是由蔡聪执导、虞书欣、张彬彬主演的原创森系解压爱情剧。该剧讲述的是纯靠化妆技术维持精致外表的时尚博主虞美人，想要凭借美貌报复式的追求曾经拒绝她的天才植物学教授庄宇，从校园追到田园，却在施展恋爱百计的过程中沦陷了，上演了一场甜蜜爆笑的爱情故事。致力于黄花蒿培育研究的植物学教授庄宇一心科研，对世俗名利和社交都漠不关心，这也无意中伤害了在多年前就对他有好感的乡村女孩虞美人。多年后，虞美人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鸟类学博士学位，因为不愿背负科研压力转行成为了时尚博主，意外与庄宇再度结下梁子。庄宇前往清水村进行野外调研，恰好住进了虞美人家的民宿。在虞美人的帮助下，庄宇的科研工作顺利进展，同时也在虞美人身上感受到了植物给予不了的爱与温情。虞美人也为庄宇对学术的执着所感染和鼓舞，决心肩负起责任，利用所学反哺家乡。他们一个不断进取攻克难关，一个积极倡导保护环境，两个年轻人尽管有着不同的起点，却因怀揣着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相同理想，以爱携手同行。第9部是陈星旭和李兰迪的《星落凝成糖》。《星落凝成糖》是由朱瑞斌执导、陈星旭、李兰迪主演的古装神话剧。该剧讲述了人族皇室中一对性格迥异的双生姐妹，因一场乌龙导致错嫁姻缘，不仅闹出笑话无数，更牵扯出两段浪漫唯美之恋的古装神话爱情故事。人族皇后离奇生下了一正一邪双生姐妹，姐姐青葵温婉善良，受人族敬仰，被神族册为天妃；妹妹叶檀则聪慧狡黠，受尽欺凌，因此被许给魔界做魔妃。神魔两界迎亲时，双生姐妹花轿意外错换，叶檀上天与神君玄商成为欢喜冤家，而青葵入魔成为了3殿下朝风争储的棋子，两对璧人闹出无数笑话，也彼此情愫渐生。此时灭世危机袭来，四界得知双生姐妹身份关乎四界存亡后，想要杀掉双生姐妹，4人面临顾念苍生与坚守爱情间的巨大考验。后姐妹俩以勇气破局，迎来黑暗后的光明。第10部是梁靖康和陈瑶的《半城花与伴君离》。《半城花与伴君离》是由孙凯凯、张民国执导，陈瑶、梁靖康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该剧讲述了驰骋沙场的美残女将军花卓雨与权倾朝野的左相凤君离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男主由梁靖康饰演，是燕国左相，翩翩绝世公子，深受燕帝眷顾。自幼才学上品，聪颖慧侠，一副清淡的模样，却满腹仇视所有女人心中的梁旭。凤君离看似追名逐利排除异己，背后却是对权势的深恶痛恨，对真相的执着追寻，对复仇的坚毅隐忍。儿时亲眼见母亲死于燕帝与右相手中，一心要向燕帝复仇。女主由陈瑶饰演，既是上阵杀敌的热血青年，也是俏皮懵懂的少女。燕国第1名将花木之女，自幼习武，以一面修罗营书协之名驰骋沙场。燕帝赐婚左相凤君离，未曾想在大婚当日，花家被诬陷举兵谋反而遭满门抄斩。花祝雨作为罪臣之女，被送上了一条注定不归的和亲之路。死里逃生的她只能隐姓埋名，背负起为花家和父亲证明的重任。齐国境内大名鼎鼎，叱咤边境，一曲秦1号全军的银面修罗花卓雨，原身是花木将军的独女，容貌绝世，兵法琴技两绝。傲视战场的她内心也有着与同龄人一样的烂漫天真。幼时偶然之下，她救了落难的令哥哥凤君离，正是这个突然闯入却又突然消失的孤僻少年，成为了她内心最渴望的柔软。多年后，花卓雨被赐婚公谷左相凤君离，但此时花木获罪花家一夜倾覆。大婚当晚，花卓雨接到一封休书，被迫前往敌国和亲。家族蒙冤让花祝雨苦心蛰伏，开启了步步为营的宫中道路。越来越大的朝野谜团出现，花家灭门究竟是奸人陷害，还是南帝故意为之？他联手腹黑左相凤君离共查真相。只是这一次，他认出了他就是幼时的小哥哥，他们都不再是孤军奋战，因为他们有了彼此，定会踏平前路。第11部是陈哲远和吴宣仪的《郎君不如意》。《郎君不如意》是由程峰执导，吴宣仪、陈哲远领衔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喜剧。该剧讲述了大夏国奇葩公主因一纸婚约上嫁与化兽族双面郎君奎木狼，从而展开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奇幻爱情故事。男主由陈哲远饰演，是化兽族大王，深受爱戴，背负王族使命，
到了夜晚容貌会发生变化，状态也极不稳定。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不得不分别在白天夜晚以2种身份和外貌与奇葩相处。在所有女族人心中，奎木狼是梦中情人。女主由吴宣仪饰演，是大夏国公主，充满能量和行动力的魅力女性。在现代化多思维角度教育之下，奇葩没有深闺公主的娇柔与天真，对男女套路了如指掌。表面上贪恋帅哥美色，内心却渴望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真挚情感。身为大夏国的大公主，在放飞自我的同时心怀百姓。颜控公主奇葩为调查皇宫纵火案误入埋伏，被化兽族双面狼君奎木狼所救。奎木狼为的灵珠有意迎娶奇葩，可奇葩对奎木狼又厌又惧，只想逃离，但又因要调查大夏悬案而选择留下。就这样，奇葩的生活被一个帅哥和一个丑男搅得天翻地覆。随着和奎木狼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奇葩与奎木狼日久生情，两人最终经历过一切斗争与爱恨纠葛之后，终于逆天改命。第12部是梁靖康和孙谦的《你好呀，我的橘子恋人》。你好呀，我的橘子恋人是由行销指导，梁靖康、孙谦领衔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喜剧。男主由梁靖康饰演，是一个年轻总裁，表面是冷漠严格的 CEO， 私底下却是个能和电器做家人的天真少年。女主由孙谦饰演，是一个微笑治愈无公害、性格直爽乐观的元气女孩。热爱发明，该剧讲述了热爱发明的杨善善在机缘巧合下，不得不假扮成机器人，与患有肢体接触障碍的 IMU 总裁陆森一同生活。两人在朝夕相伴与斗智斗勇中，逐渐打开心扉，最终收获爱与成长的爱情故事。第13部是李弘毅和辣目洋子的《我叫刘金凤》。我叫刘金凤是由徐慧康执导，辣目洋子、李弘毅领衔主演的古装宫廷爱情轻喜剧。该剧讲述了文能口吐芬芳、武能手擒壮汉的仙葩村村花刘金凤入宫位后，与弱鸡君王之间啼笑皆非却又温暖治愈的爱情童话故事。仙葩村村花刘金凤戏剧性的嫁入皇宫位后，惹权嘲笑话，还被皇帝夫君认为有谋害之心。大婚之后，君王处处试探，金凤笑料百出，惹得后宫鸡飞狗跳。随着这对欢喜冤家经历越来越多，史上最不相配的帝后却成了最登对的情侣。在宫中过了一段纯真美好的乌托邦般的日子后，他们的感情却也因为一些患难经历而跌宕起伏。最终，二人明白了夫妻就是要讲义气才能长相守。白云黑土地后 ，CP 终于 C 位出道，开启高能幸福人生。第14部是张超和宗圆圆拥抱未来的你。拥抱未来的你是由导演徐迟执导，张超和宗圆圆主演的奇幻情感剧。该剧讲述了因为身负神秘血型、高冷禁欲的科学家顾衍之与来自未来的傲娇女明星研墨产生宿命的纠缠，一次跨越时空的取血行动，牵引出一场双向奔赴的时空之恋。生活在未来世界的女明星研墨意外患上罕见血液病，唯一能救她的人是生活在现代的天才科学家顾衍之。研墨为了获取顾衍之的血液穿越到现代，他处心积虑地想要接近顾衍之，却发现若想取得合格血液，必须让顾衍之体内产生情感因子。然而研墨在教导顾衍之如何恋爱的过程中，却与他互生爱慕，因此改变了两人各自的命运进程，引发蝴蝶效应，导致二人生命都即将走到尽头。顾衍之和研墨试图挽回局面，当一切在时光回溯中重新来过，二人发现爱情和生命只可取其一时，他们又该何去何从？第15部是黄圣池和汤敏的妙偶天成。妙偶天成是由李阳执导，黄圣池、汤敏、李代坤领衔主演的古装轻喜剧。该剧讲述了吃货少女真妙坠入剧本杀的世界，被迫与众生复仇的世子罗天挺结为夫妻，一路相爱相杀的甜蜜逗趣故事。这15部你最期待哪一部呢？快来和软糖讨论一下吧。